Hello， 大家好，我是路易斯。肠胃是我们体内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如果肠胃出现问题的话，就会引发很多的症状和疾病。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肠胃常见的问题，以及如何通过断食修复和增强我们的肠胃功能。那么肠胃是什么呢？肠胃其实是一个向外的器官，它是一根很长的管，从嘴巴通到肛门，食物从嘴巴进入，经过消化系统被分解，分解过后，身体需要的养分，比如糖分、氨基酸、脂肪等等会被吸收，而身体不需要的部分，比如纤维和其他的物质，就会变成粪便排出体外。会引起肠胃问题的主要因素包括了压力、长期服用抗生素和长期的饮食不当。肠胃的问题主要有两种，第一就是肠胃菌群的不平衡。我们的肠道表面住着很多细菌，有好菌和坏菌。好菌会分泌酵素，帮助更充分的分解食物，让我们摄取到更多的营养。坏菌则会分泌毒素。研究显示，如果吃糖和淀粉过高，坏菌会更活跃地成长，分泌更多的毒素，造成我们肠胃不适，比如我们会拉肚子、便秘或胀气等等。而且当坏菌量增多的时候，好菌没办法正常生长，造成我们消化不良，没办法吸收足够的营养。第二个常见的肠胃问题是肠漏。我们的肠道细胞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会把我们保护得很好，只让营养和我们需要的物质通过，进入到血液循环。其他的物质，比如细菌、毒素等等，则不能通过。如果长期的饮食不当，造成营养不良，我们的肠胃细胞无法有效修复，有破洞的情况之下，这些物质就会通过漏洞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和进入我们身体的细胞，造成发炎和破坏，使到我们身体不舒服或生病。肠漏会引起以下的一些症状。第一，如果你对很多种类的食物都敏感的话，这可能是肠漏引起的。因为肠胃有漏洞，一些本来不能通过的敏感源或蛋白质分子进入我们的身体，造成身体的不良反应。皮肤起红疹也是一个肠漏引起的现象。如果有肠漏的话，一些外来的物质进入身体，免疫系统要去处理和清除这些物质，造成身体发炎，而且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废料的产生。这些废料会通过肝、肾脏和皮肤排出体外，而这些毒素在排出皮肤的过程中会刺激皮肤，造成红疹的产生。肠漏也会造成免疫能力的下降，因为肠胃有漏洞，造成经常有外来物质进入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忙于处理这些物质。当真正有细菌和病毒侵入的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不能很快速和有效地击退这些病菌，造成我们比较容易感冒和生病。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肠漏的人很容易得自身免疫性疾病。因为肠漏造成很多外来物质的侵入，免疫系统一直忙于应对，到一个阶段，免疫系统已经产生混淆，无法分辨什么是外来物，什么是身体本身的细胞。免疫系统会连身体本身的细胞也开始攻击，造成这些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症等等。肠漏也可能造成脑力下降、情绪不佳等问题。我们的头脑有一个很重要的保护层，就是血脑屏障。血脑屏障只允许非常特定的物质进入我们的头脑，起到保护头脑的作用。但是长期的饮食不当会造成营养不良，肠胃和头脑负责阻隔外来物的细胞都会被破坏且有漏洞。各种毒素进入头脑就会造成一些症状，包括了头痛、脑雾、头昏脑胀、记忆力和注意力下降等等。这些症状也会造成我们情绪低落或脾气暴躁。肠漏也有可能引起慢性疲劳综合症。肠漏的发生造成我们身体要花费大量资源来处理肠胃漏进来的外来物，造成其他功能的下降。慢性疲劳综合症虽然不会造成我们严重的不适，
不过我们却感觉容易疲倦和没有精神，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效率和日常生活。那么断食如何帮助解决这些肠胃问题呢？第一，断食有除掉坏菌，让好菌生长的功能。研究显示，我们体内的坏菌繁殖速度比较快，需要的能量更多。当我们断食的时候，这些坏菌得不到食物，所以死亡比较快。而且断食期间，身体不需要处理外来的物质、毒素等等，免疫系统功能增强，能更有效地清除坏菌。当我们复食的时候，好菌就有机会生长。如果我们一天一餐断食，每天只吃一餐均衡营养的食物，尽量减少加工食品和零食的摄取，就能让身体有更充足的时间进行修复。第二，断食期间，身体也会加强细胞自食的功能，除掉老化和功能低下的细胞，不用浪费身体的资源来继续养活这些细胞。第三，断食也能促进肠胃细胞的修复。断食期间，身体会进入燃烧脂肪的状态，会产生酮体，身体会进入一个生酮的状态，这个状态有利于干细胞的生长。这些干细胞会成长为新的肠胃细胞，修复肠胃里面的损伤，增强肠胃的功能。第四，断食也有排宿便的功能。我们吃东西的时候，食物经过咀嚼和消化，变成很小的颗粒和分子，这些物质偶尔会卡在肠胃壁。如果我们一直在不停地吃东西，这些物质不容易被清除。当我们断食的时候，肠胃里没有食物，不过肠胃还是在继续蠕动。这个蠕动的过程，加上我们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让卡在肠胃壁的残留食物脱落，然后排泄掉，有效地把肠胃清干净。除了断食之外，还有一些别的方法也能帮助改善肠胃功能。第一，通过断食能把肠胃里坏菌的数量降低，接下来就是提供适合好菌成长养分的好时机。这类养分我们称之为益生元。普遍来说，益生元就是大多数的蔬菜和水果含有的纤维，这些纤维是好菌喜欢的食物，能让好菌成长。很多人也有做的是补充益生菌，这个没问题，但是在肠胃有很多坏菌的情况之下，补充益生菌的作用并不大，因为时间久了，坏菌还是会占上风，所以应该通过断食先把坏菌清除，才补充好菌，这样效果会更好。另外一个对肠胃有不良影响的因素是压力，所以减低压力也能帮助肠胃修复。可以选择一些让自己减压的活动，比如祷告、坐禅、运动等等。好，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下期见，拜拜。